KO 领导来啊！庄司李九斗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强啊！战力不详，遇日则强。中国抗日英雄后代蒙博安发怒，谁也拦不住，对准日本拳王脑袋狂轰3分钟，所打出的每一拳都充斥着愤怒，不是爆头就是爆肝。最终日本拳王被打得怀疑人生，被担架抬走抢救，看得武僧一龙都愣住了。这个抗击打能力堪比武僧一龙金钟罩铁布衫的日本拳王可不简单。他叫庄司李九斗，绰号肉盾，果然是人如其名，站在擂台上不动，让对手打都无伤大雅。在华仅3个月时间就轻松斩杀了6位中国选手，其中2位输得最亏，硬是让庄司李活生生的给拖死了。能直接将其在擂台上秒杀，坚决不会让庄司李在擂台上多活1秒。蒙博安主动请缨来与庄司李来一场生死决斗，赛前已经发过誓了，不把肉盾庄司李打死在擂台上，蒙博安永远退出拳坛，永不复出。抗日英雄的后代绝非是孬种，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蒙博安的精彩表现。黑色短裤是日本拳王庄司李，黄色短裤是咱们的中国勇士蒙博安。俩人一上来没有任何的试探，直接就是拳到肉开始对轰。很明显蒙博安的拳法更为精湛一些，连续的组合拳全部都精准无误打在了庄司李的脑袋上。奈何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出奇的强，这些进攻貌似对他起不到一点作用，硬扛蒙博安数10次重击且不倒下。像这种拥有同肤铁骨的日本人就应该被抓起来做研究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体质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抗揍能力？说一下他今天的对手，蓝帮运动员庄司李九斗啊，因为他是出自于漂亮这是鸡汤了，对。看到庄司李痛苦的表情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蒙博安绝对不是故意的，真要是故意的话，恐怕此时的庄司李就已经担架抬出去了。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庄司李很喜欢打中国人，每一次面对中国人的时候，庄司李就表现得很兴奋，怪不得蒙博安打得这么凶，原来是这家伙自作孽不可活，被打死都活该。接腿之后又是后手啊，蒙博安今天的这个后手打得确实是稳准狠啊。是的，节奏给的也快，是，而且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的速率都快啊，近身肉搏啊。对，庄司李九斗也是跟蒙博安撞上了，互齿掉了，互齿掉了。我的天哪！但是我觉得蒙博安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，对，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强的，是的，而且越往后打，如果你一波带不走的话，我觉得一个低扫3回合可能危险了。是的，蒙博安丝毫不怂，面对眼前这位践踏中国人尊严的庄司李，拎起拳头就是往上打，坚决不会后退一步。然而庄司李的确有点实力，格斗技术很高超，但在蒙博安面前，庄司李显得特别稚嫩，连续的刺拳衔接组合拳打的庄司李有点难以接受。虽说蒙博安在国内的名气不是很大，很多人都不认识蒙博安，但蒙博安的实力是经过多个赛事方认可的，曾经斩获过多个赛事的新人王，暴打一个小小的日本拳王还不是手拿把掐。降下来了，漂亮击斧，射线又是击斧。对，庄司李九斗现在找到感觉之后，进攻的质量确实是上来了，1-2的连击接顶膝，感觉他一上来被蒙博安的持续进攻打得有点蒙圈啊。就是自己的进攻端并没有找到好的一个节奏啊，现在慢慢适应过来之后，就是能力和技术层面的发挥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。而且我们有点担心蒙博安体能的储备啊。是的，对，就是顶膝，第一个疲劳期已经来了。是的，漂亮，前手能够点到。庄司李九斗的挨到多次重击的庄司李依然很坚硬，虽然蒙博安也挨到了很多次进攻，但蒙博安没有因此而后退一步。宁愿被庄司李暴力 KO 回家种地，也不愿在擂台上丧权辱国。由于蒙博安拼命不后退的战术，再加上蒙博安视死如归的打法，庄司李的脑袋上很快就出现了伤口。奈何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连续的重击打在庄司李的脑袋上，对于庄司李来说就像是挠痒痒一样。对，漂亮的后手，给正蹬。好，第一回合比赛比赛。是，我们要看一下蒙博安怎么来打，对。这是后手比较好，对，这后手的重击给的不错，互换前手，又是一个后手，好，给一个正扫，对，感觉蒙博安可能要在，又是互齿掉了，连续的拼拳，庄司李九斗现在是打上劲了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蒙博安的护齿意外脱落，这就给庄司李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。戴上护齿之后的蒙博安浑身都充满了能量，没有任何废话，拎着拳头就是往上打。频繁的前刺拳已经打得庄司李的脑袋挂了彩，照这样打下去的话，在比赛结束之前，庄司李就会被蒙博安的刺拳打成大花猫。既然庄司李的抗击打能力如此之强大，那么蒙博安就没必要提前结束比赛，多在这家伙的脑袋上打出点伤势，这样不更好吗？这种多了一个吸动的会更多一些。
然后拳腿的速率基本上都差不多，两个人的节奏都漂亮高手，而且都属于这种快进快打型的，是的，而且都属于进去之后不退型的，就是启动的速度都非常的快，就是互相了解啊，就是说这种遭遇战啊，接上火之后都是火力全开的状态。蒙博恩也要注意了啊，对，场才有提示了，护齿一定要咬好，对，好低扫，对，因为可能是这个护齿可能有点不合牙啊。好，再来，继续的给低扫，再来一腿，漂亮。后手还是要去挂中线互换。长时间的进攻积累让庄斯里挨到了很多重击，碍于他的脑袋是大铁块做的，所以庄斯里一直挺立在擂台上，为蒙博安提供一个良好的训练环境。不管从哪方面看，庄斯里都像是一个会移动的沙袋，走到哪里都少不了蒙博安的拳头伺候，再加上频繁的扫踢干扰，此时的庄斯里打又打不过，跑也跑不掉，只能用超硬核的抗击打能力与蒙博安展开生死对抗，有点伤敌1000自损1000的这个状态，因为两个人在这回合拳上互重的情况差不多，那么你在后手上又没有对手的，就是后手拳的速率，就是他收拳的这下没有对手快啊。对。然后而且就是自己能够比较有信心的后手的重击，并没有给对手带来这种我们说毁灭性或者说改变局势性的打击。是的，不过这会儿也有一些改变，我们看到蒙博安在这一阶段用的这个卡夫多一些。是的，所以说单单的去在内围或者中间跟对手就拼拳的这个策略，可能要慎用啊。正片开始，蒙博安化身成为了一名打铁匠，时时刻刻都在击打着眼前这个脑袋如铁块一般坚硬的庄斯里。就算是眼神出现了迷离，庄斯里依然能稳稳地站在擂台上且不倒下。真心建议将庄斯里抓走去做研究，他们日本人不是挺爱研究人的吗？遇到抗击打能力如此之强大的日本人，真该解剖，看一看他体内究竟富含着什么样的物质，是否喝了兴奋剂才能达到如此强大的抗揍体质。漂亮，打通两了，哇，这个指导来了，一个低调。对，就看能不能继续回到比赛了。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，这个读秒来得太晚了。是的，今天我们现场观众也很给力哈。对，很燃。应该是已经不能够继续比赛了。虽然庄斯里扭动对我们的场裁赵岩老师做了，最终蒙博安获得了比赛胜利，终于将这个大铁块打成了废铁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蒙博安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第2轮的比赛，随着蒲东东的这个骨折因伤退赛，那么这一组的出线形势呢也比较的明了。由于蒲东东受伤退赛，那么他的对手欧阳锋在第3轮又获得3分，共计9分。在 B 组当中以小组第1直接出现了，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是角逐小组第2。对，谁赢谁出线哈。红方是宋少秋，蓝方选手吴雪松。虽然说宋少秋积了4分，那么吴雪松只有2分，那么在这场比赛中获胜可会有3分，直接就超分了，所以并不是之前的分数来决定，对，而是今天这场比赛能够决定谁会出线。前2轮的比赛呢，红方选手宋少秋的状态一直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，而且降重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。是。那么这轮比赛也是刚刚比赛开始之前，我们场台也有示意这个边裁先扣掉要扣掉1分，对，这就是说他的体重没有降到位，是被扣掉了1分。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，宋少秋还没有打比赛就被扣掉1分，所以要努力的把这1分追回来。对。中扫，连续的中扫。超级新人王的争夺，整个的这个赛制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残酷的。比较残酷。在整个进行到第3轮比赛，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的多位运动员因伤退赛了，很可惜。对，这个对抗性还是比较强的，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运动员，有一些是我们的老运动员了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是。你像宋少秋。他也征战多年，也和很多的这个国际高手有过交手，但是前2轮表现并不让人满意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呀，有的又成家了，包括各种因素，会对他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。我倒觉得超级新人王的他的水平是相当高的，所以你不要觉得宋少秋
之前有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，嗯就会有优势。但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，确实他的优势并不这么明显，而且在第一场比赛中也输掉了比赛。哇！哦，宋少秋真的表现越来越好。对，给了对方一个读秒。按照规则的话，循环赛能不能起来？对，循环赛区比赛出现2次读秒就会终结比赛，对，判另一方运动员获胜。啊，宋少秋能不能抓住机会，再给对方一个读秒就结束了本场比赛？对，所以宋少秋也必须要抓这样的机会，因为已经扣掉1分了嘛。是。哦呦，好像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哦，宋少秋状态回归了。宋少秋的状态找回来了。哦，哇，这种还要火吗？获胜了之后的对这种激动的心情，我们真的是哎呀特别能够体会到，因为他运动员特别的不容易，我觉得，尤其是前2轮比赛的表现，很多拳迷对宋少秋产生了质疑。我觉得他心里憋着一口气，我觉得他就是要证明自己。那在这场比赛中间，他真的是证明了自己。是吴雪松曾经是打进世界排名的选手，对，所以作为宋少秋来说，能够战胜他，真的特别提气。是，所以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好的状态，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他的一个突破。好，我们恭喜宋少秋顺利拿到进入下一轮的这个积分。是，当然吴雪松很遗憾，这个要暂别这个擂台了。暂别这个擂台。好，现在我来宣布这场比赛的比赛结果。比赛进行到第1局2分59秒，红方 TKO 对手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是的。